不错呀。1个多月前，我还记得贝贝克的搞得目瞪口呆的样子的。是啊，进步得很快。迟早有一天，我也得让他目瞪口呆。你等着我啊，只可能等的时间有点久。有志气，好，等多久我都等。真漂亮。来，你自己试试看。我也会做刺身啊。刺身呢，其实是日本的说法。中国从周朝开始就开始吃生鱼片了。所谓脍炙人口的脍，指的就是将生鱼肉切得很薄的意思。你还会这个呢？当然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好鲜啊！你尝到的鲜味呢，其实就是新鲜脂肪的味道。可是鱼一旦离开水面之后，蛋白质会立刻开始分解，鲜味也会逐渐转化成腥味，食用的人自然从愉快变成不愉快了。好神奇啊！所以鲜味的本质也就是生命的能量。那其他鲜味也会这样吗？可以这么说。写好了。看看，挺不错的啊。试试。好鲜啊！哎，怎么办啊？我不想当厨师了，我就留在这大棚。我每天吃完大棚呢，就去海边吃，吃完海边呢，再回大棚吃，来回的吃。你那么吃不腻啊？也是啊，我也不想当原始人。所以像我这样成熟的人，就方便烹饪。为了满足像你这样的馋猫，好好学厨艺啊，小朋友。成熟人，快切吧啊！好吃不？好吃。西红柿本来在蔬菜里就已经算很好的，这儿的就更好。这一咬，汁儿都在嘴里呢。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。走，去下个地方看看。走。这什么啊？这个鸡爪辣椒。那这个呢？鹦鹉辣椒啊。那个呢？烤啊，这叫百日草，也叫步步高。说这世界这么大，估计我一辈子都探索不完了。我以前也说过一样的话，一模一样，跟我师父蒙哥马利说的。其实有时候我还挺羡慕你的，每天都还能有新感受。没有了吗，老爷爷？有啊，你啊？我是说真的，我永远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说出来一句话，会把我气得半死。但不需要一会儿，你又把我乐得活回来。那我还觉得你在气我呢。你说是不是因为你之前都太凶了，所以大家才不敢跟你开玩笑啊？也许吧。我知道我自己的执拗带给身边人很多压力，久了以后，自然成为一潭死水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永远没把我说的话当做一回事，一天天张牙舞爪的闹腾。一开始你真的很烦，但久了这份吵闹，我也习惯了。那我也不是跟谁都这样。跟大头认识10年，虽然我在他旁边的时候也吵他也闹他，但我从来没有做过真正的自己。我想着怎么能迎合他，怎么能在他身边显得更般配。
我告诉你个秘密啊，别告诉别人。好，不说。我放下大头了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好像没那么难过，反而觉得松了口气。可能我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喜欢他吧。我这样是不是很坏啊？还挺坏的。那怎么办啊？没有了，闹你的。不过我知道，如果遇到不对的人，那感觉特别累。等对的人出现的时候，那感觉应该是……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但至少呢，不能张牙舞爪。说对不起，说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起来，别打人哦！别玩了，别玩了，别玩了！别！谁啊？李可颂吗？你快递。把我妈寄来的。林可颂对吧？啊。来，哎呀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？不知道。来，拿好啊。哎，谢谢。来，慢点，慢点啊。来，谢谢啊。慢点啊。水里面有笋，肯定有这个火腿吧？是做那个腌笃鲜的，这都是我们老家的特产。寄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？还有这个啊，这是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菜，我爸每次都给我做好多，叫红烧香菇根，特别好吃。你最喜欢吃的东西还真多。那这个菜就是我最喜欢吃的菜，你尝一口，这真的特别好吃。但是有的人就是也不是特别喜欢它，就是觉得它太咸了。喂，妈。闺女，东西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那就好。你爸呀，还嘱咐快递往里面多放了好几块冰呢，就生怕坏了。没有。哎，那个怎么样？江先生吃了没有？让专业人士给提点意见和建议。我爸说让专业人士给点意见。不负国母啊，红烧蘑菇根非常好，我没意见。那喜欢吃就好，喜欢吃就好。哎呀，那个蘑菇根啊，还是现做的好吃。您这吃完就会做了，回头就麻烦您给可颂做了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你不是说好了吗？这东西传女不传男，不能交给男生的。只能我做，我会做就行了。你知道了，你下回别寄这么多东西了。我现在做的可好了，他那么忙哪有时间做啊？行了，我知道，你下回别寄那么多东西了。行了，知道了，挂了。你要出去吗？张先生。糟糕，一定是老爸的话无意中戳到了他的痛处。哎，千注意万注意，还是防不胜防。